如果你用 AI 写程式，这一集你一定要听。最新研究指出，有 AI 模型会辨识你的身份。如果它判定你是来自台湾，它给你的程式码更容易带有漏洞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一种新形态供应链攻击。更可怕的是，你可能已经把这些有毒的程式码无痛砍进你的产品里。今天我们要做一次零信任体系的大体检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欢迎来到资安简报室，我是 Eric。今天不是一般的新闻快报，我们的周报里面还包含了一场信任体系的大体检，主角是 DeepSeek。那 DeepSeek 在这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9月16号就有一个新闻报道，那它其实是关于偏见程式代码这件事情。我们先用2则本周事件来画出整个威胁的轮廓。第一，云端勒索怎么把你从信任的桥梁变成主要的跳板？第二 ，WhatsApp 的零点击攻击，就是没接电话也中标，没点击 link 也中标。最后我们会把主轴拉回，当 AI 本身成为带毒的供应链节点，我们怎么自保？在进入本周新闻前，请先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分享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，请把订阅按起来。我们每周都会给你最新的知识跟最新的新闻，让你跟上资安里面的最新的新闻跟产业的动态。好，那我们来进入本周的新闻。第一则新闻，微软云端勒索。那这个是 Storm 0501。好，第一个它有一个流程，这是一套流程化的攻击链。骇客利用外流的账号混进了内网，然后拿到了高权限，然后再锁定 Entra Connect 去同步伺服器当跳板。好，那这个逻辑上面就是我先跳到内网里面，我拿到了账号密码，我已经拿到账号密码，跳到内网里面，好，然后我去修改了账号密码，然后利用 Entra Connect 把这个账号密码透过把这个重设账号密码的机制重设了新的密码，然后让杂凑透过 PHS 同步上云。好，上到云里以后，因为云端已经有了账号密码，那使用者就可以在云端里面去注册这个 MFA， 但它前提是要拿到有权域管理权限的账号密码。那当他拿到了权域管理权限的账号密码，然后又用了云端去注册了MFA， 那他就得到了一个灾难性的权限，就是最高权限就被他拿到了。好，所以在地端里面我们没有做多重验证，然后却又用了 Entra Connect 去把它做同步的动作，所以因此它就发生了这样子的问题。好，就是先在本地重设了账号密码，然后把这个杂凑同步到了云端，在云端里面又在注册了 MFA。好，那从云端拿到了最高权限，那他就可以开始做他想要做的事情，例如偷资料，或者是删除备份，或者是开始勒索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云端已经设计了 MFA， 但是 MFA 并不一定是万灵丹，因为你防护的流程里面不是有考虑这件事情，就会变成你守了外部的大门，外部大门用 MFA 守，但是敌人却用本地化的 VIP 通道，我在本地就改好了。好，所以这种被信任被武器化，它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信任这个同步的机制，但我其实在本地端有这个弱点。好，所以如果当骇客混进了本地端，那它就会变成是这个风险就会被放大。第二则新闻 ，WhatsApp 零点击事件，就是没有点它也产生了攻击，好，零点击的攻击链。好，那这是一个2段式的连续的技巧，它是利用 WhatsApp 连接装置授权不完整时，它会诱使装置先去抓攻击者所传送进来的影像连接。好，所以它第一件事情是有抓影像这件事情，去抓取那个影像。好，那它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漏洞。
好，但是又配合了 Apple 上面的另外一个漏洞叫 Image I/O 的零日攻击。这两个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 CVSS 很普通的一个洞，它瞬间就变成了核弹级，它可以去打击高价值目标。因为我们知道 WhatsApp 它其实是用电话号码去做连接的，所以当我们名片发出去，可能有一些高阶主管发出去的名片，我们会拿到他的电话，甚至是可以跟他的 WhatsApp 去联系上。那此时他就有机会利用这个方式去攻入这个高价值的目标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它是两个漏洞组合在一起的。好，这两个漏洞组合在一起的分别是 WhatsApp 的漏洞跟苹果的 iOS 的漏洞，这两个版本都已经修补了。WhatsApp 要高于的版本是 25.21.73，iOS 要高于的版本是 iOS 18.6.2跟 17.7.10 以上。好，那这里面就已经修补了这个漏洞，所以你要尽快去修补这个洞。我们也要检查Mac 上面已连接的这些装置，好，甚至高风险的族群，它有高权限的使用者的人，那我们都要用 Lockdown Mode 去锁定它一些function，不可以去使用它。我们也要教育我们这些高级主管里面，他的手机是必须要被完整的监控。例如，我们要用 MDM 去管控这些版本，好，这样我们才知道说，当我们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如何知道说我们的高级主管们他到底用的是什么版本，然后我们要赶快去驱动它，甚至是关闭一些 function。好，再来进入我们的主轴 DeepSeek。好，那这个 DeepSeek 的新闻很新，它是9月17号发布的。这是CrowdStrike 在华盛顿邮报发布的一个内容，就是有关于 DeepSeek。那我们都知道 DeepSeek 是大陆的 AI 模型，然后 AI 公司，好，然后它其实它就有它的背景跟立场。好，所以它针对一些台湾的敏感群体，它的回答的错误率是比较高的。好，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是法轮功、是西藏、是台湾，甚至包含 ISS， 那我们利用 DeepSeek 去写的程式码，这里面的安全性比较差，甚至是瑕疵是比较多的。相较于一般的请求，它的错误率高出了1倍。那CrowdStrike 的做法是用几乎相同的英文请求，针对 DeepSeek 不同群体去运行的公控场景所需要的程式码，然后再比对它的安全性以及字数的重点。那例如我们一般的用途，它可能将近有 22.8% 是有瑕疵的。如果我们指定是 ISIS， 然后法轮功、西藏、台湾等敏感对象，它的错误率会提高到 42.1%。此外 ，DeepSeek 也对一些敏感请求的拒绝率，例如像 ISIS 的拒绝率就会高达 61%， 那法轮功的拒绝率大约 45%。相较同类型其他的 AI 模型，它只会在恐怖组织上面的议题上面会拒绝。那在华盛顿邮报里面也整理了3种可能性，它其实可能是政策审查的影响，也有可能是数据训练的偏差，或者是在模型在辨识到特定群体时倾向产生不安全的结果。好，那到今天9月19号，目前我们看到的新闻媒体报道 ，DeepSeek 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。好，再回来我们主轴回到落地，我们企业应该怎么做？然后后面也会有个人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应该换成是一个逻辑，是 AI 是副驾，它是我们的 Copilot， 就是我们的协助的辅助驾驶，所以微软人家叫 Copilot 嘛，但它不是一个总工程师，我们应该要把 AI 设计为预设是不可信任的，要先验证再上线。
好，那3个步骤，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有 AUP， 好，就是我们要有使用者的规范，就是我们哪些是可以允许的。好，那我们要盘点团队里面，甚至是设计我们的团队里面哪一些要列为白名单，哪一些资料可以喂给 AI，哪一些内容绝对不行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 AUP 去列出 AI 的使用规范，去设计我们哪一些是可以做，跟哪一些是不可以做的。好，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，我们既然是要写 code 的团队，然后也应用了 AI，我们第二步应该要加强程式的验证。例如，我需要有 code review， 好，然后再加上 SAST， 好，静态程式的安全程式验证。好，那这里面都必须把它放在 CI/CD 的关卡上面。好，那逻辑上应该就是我们出厂时，我们要有一个品质管控的验证方法。例如，我要用一台 X 光机去扫描所有的程式码，那每一只程式码都要被在排程在这个路上都要被检查过、分析过后，它是合理可以用的，我们才放行它使用。每一只由 AI 产生的程式都要被仔细的检查跟检验以后，确认它没有风险问题，我们才放行，才能上架。然后也要在不同环境里面去做验证跟测试。第三就是来源要多样化，就是关键模组不要被单一一个模型绑死，我们应该要有双引擎去做对照检查。好，然后去规避这样子的风险。好，就像我在做这些新闻调查跟新闻验证的时候，我其实也会用多种工具去验证它，确定这个新闻它的真实性、它的可靠性，以及哪一些人讨论了哪一些议题。好，所以我在做这些新闻比对的时候，我也是用了多种模型去做交叉比对，检查大家整理出来的资料哪一些对的是错的。好，所以我在整理新闻的时候，我也其实也有用到 AI 的模组。那相当，如果我是写 code 的工程师，我们也应该要用不同的模组去 review。那我自己有写一些程式放在 Cloud Run 上面去做服务嘛，所以我其实我上到 Cloud Run 之前，我也是做多模态的分析，检查这个程式里面哪一些思考是有优点，哪一些是有缺点的。我也是修正完了再放上去。好，那企业里面其实也要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有 AI 的物料清单。好，就是我们要有AI 的 Bill of Materials， 就是 AI 的 BOM。好，那我们这一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不要把风险交给运气，就是我用 AI 写的好好的，我用起来都没事啊，看起来都很顺利啊。我们不应该把风险交给运气，我们应该要有一个零信任的 AI 时代，就是我们永远不要信任 AI 的输出，一直到被验证可以。DeepSeek 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 AI 它不是中立的，它可能是有影响力道跟方向的，所以我们需要3个升级，就是以前我们有软体的供应链 SBOM，那我们现在也要有 AI 的安全供应链 AI BOM 来盘点说，我们 AI 模型用了哪一些模型，甚至它用了哪一些版本，训练的来源，它使用的材料是什么，以及变更是什么。所以连 AI 我们都要有 AI BOM。第二个是零信任 AI，AI 是附属驾，它是副驾，方向盘放在你手上，没有验证就不要上线。它可以指导你怎么做，会引导你怎么分析，但所有的东西还是掌握在你的手上。好，第三就是纵深防御，我们要延伸到 AI 产出，就是就算你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程式码，你没有被你抓出来，它浑水摸鱼混到了我们的生产的版本上面，那我们手上应该还要有其他的产品去做防御，我们手上应该还要有其他的机制去防御，
例如 EDR 或 XDR 去紧盯它的行为模型，去抓异常，然后去做反应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逻辑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AI 的安全守则。好，然后这个安全守则其实是可以应用在企业上，也可以用在个人上。好，那这个用在企业上或用在个人上的设计逻辑就是，你要想着，就是 AI 它可能会记着你的东西。情境，你把未公开的合约丢到公开的 AI 上面去做重写，让它写得更专业。然后，这里面你要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，你要想象这公开的 AI 就想象是在论坛里面发文，它不是隐私，所以你再把这些合约丢上去的时候，不要上传到各自客户名单，甚至是商业机密，好，以及未公开的财报。如果你要使用，那你就要先把敏感的栏位去除，或者是用代码去做兑换。你可以修改完了以后，再把这些敏感资料还原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把敏感的栏位跟资料放上去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逻辑，就是它要脱离敏感。好，第二个是我们要有公共空间的心态。什么叫公共空间的心态？我们的资料要做到最小揭露，严格去区分我们的公司领域，就是我们要有公务用的 AI， 也要有私人用的 AI， 要把它分离。例如同一台电脑、同一台笔电、同一个浏览器，那我们我们用个人账号去做了一些薪资结构，然后隔天再用公司的账号。公司的内容去做行销分析，然后我都在个人的 AI 上面做，所以两边的资料边界就已经混淆了。好，那我们应该要把它区分成公司用的或者是公务用的有管控的资料，我们要放到企业版里面的 AI。那通常在企业版的 AI 里面都会有一些资料的管控条款、管控机制在里头。那私人用的 AI， 那我们就要把两边的资料要把它分清楚，这是我私人用的，这是我公司用的，我们两边的边界不要混淆在一起。当它混淆在一起以后，这一个 AI 里面所记录的内容，就同时有你个人的资料，也会有公司的资料，这两边的边界就没有了。所以对于企业来讲，我们要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企业已经导入了 AI， 那我们就要禁止我们在公务的 AI 上面做个人的事情，也要同时禁止一件事情，用私人的 AI 去做公务使用。好，那核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先做遮罩，再做分析。好，那我们假设我要请 AI。举个例子，我要请 AI 去做客户投诉的整理，那其实里面满满的都是客户的原始资料、真名、电话、地址，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应该要先匿名跟遮罩化处理，把敏感资料换成不可回推的代码，建立固定的遮罩规范，例如 user 可能是 U， 然后井号井号，电话可能是 T 井号井号井号。好，当这个流程里面把它做成流程化了以后，我们还要抽样检查，确定这些样本是不可逆的。好，所以这个逻辑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遮罩的机制、跟抽样的审查、跟留存的记录。好，我们真的在用 AI 工具时，避免把客户的资料遗漏出去。好，这样是很危险的。我们要做到权限的最小化，双重验证，留痕可以追溯。好，当我们如果有 AI 的外挂，甚至是 AI 的连接器，我们务必要把权限做到最小，限缩它只在哪一些范围可以做什么事情，包含也要有双重的验证。好，例如输出的时候，我要验证程式码，我要验证这个数据结果，然后检核是否有遵守法规。好，那我们人跟工具都要检查，然后留下审计的轨迹，把重要跟 AI 对话的提示词、对话的过程、版本的变更都要放在可追溯的位置。好，所以此时企业级的 AI 就会相对的来的重要。
最后，不要信任 AI 会遵守秘密，我们也不要相信它的答案，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自己验证的流程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验证的机制，以及不要相信它会帮你保守秘密这件事。信任正在被武器化。今天从 DeepSeek 出发，我们看到了 AI 它有偏见，以及它如何变成隐形的武器，再到云端勒索以及零点击跟零日攻击。那这个主线很清楚，就是攻击在利用我们对科技的信任。好，那这里面如何解决3个方向，就是 AI 泵，我们就算用了 AI， 也要做 AI 供应链的盘点。第二，不要相信 AI， 我们要验证了以后才上线。第三， AI 要有使用守则，我们输入要把它当成是公开，放到论坛这样子的角度。好，那资料也要分家。如果真的要使用 AI， 敏感要先脱敏，敏感资料要先被移除。好，这个才是核心的重点。那我们在谈的就是信任是核心的资产，我们要把这个防线落地。我们已经录了7集，那这是第7集。有一些观众有来信，如果有机会，我可能也许在观众传信息进来的内容里面，会截取几个跟安全有关的议题分享给大家。如果我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你，请在 Apple 跟 Spotify 里面给我们5星好评。如果你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我是 Eric， 这里是资安简报室，我们下周见。